5月14号那天 Cerebras 上市，开盘20分钟涨了 68%， 收盘市值950亿美元，今年最大的一笔 IPO。 我当时在看盘，纯好奇，这家公司做的东西太离谱了。他们把台积电一整张12英寸晶圆不切，直接做成一颗芯片，一张盘子一颗心，就这么个疯子打法。上市第一天差点冲破1000亿，我说实话，因为这个事儿我开始认真看推理芯片，看了大概有几天吧，翻了40多篇文章，看完的感受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。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条几个创业公司想挑战英伟达的故事，看完发现并不是，这是一条英伟达的 78% 毛利率正在从四面被人拿小刀刮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英资笔记，做过 Meta， 做过芯片。如果你不关心半导体的话，放心，这一期不要求你懂技术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训练和推理是两码事。训练你大概有概念 ，GPT-4、Gemini 都是用几万张 GPU 烧几个月烧出来的。这一步必须找英伟达买 H100、B200， 一代 D 出，训练端没有任何悬念。推理呢？你每天用 ChatGPT， 用淘宝推荐，用 Google 搜东西，其实模型早就训好了，你只是让它用那么一下跑一遍，吐个结果。这里面的账跟训练完全不一样。训练可以不计成本，几亿美金砸下去，买肯定买最好的。推理不行，推理是一个每天都在跑的东西，每一秒几十亿个请求，成本低1分钱，年底就多几千万利润。台积电的数据去年训练吃掉全球 AI 算力的60%。到今年推理倒过来吃掉60%。巴克莱说推理需求已经是训练的 4.5 倍。大摩给2028年全球推理市场估了1500亿美元。这个翻转不是数字游戏，他把游戏规则改了。当训练大于推理的时候 ，CUDA 是命根子，所有人必须买英伟达，没得选。当推理反过来比训练大 4.5 倍，不需要 CUDA 的那块蛋糕突然成了桌面上最大的一块。这就是为什么 GrokQ 2016年就在做 LPU， Google 2015年就开始搞 TPU， 但真正出结果全部集中在2025到2026，不是巧合，是底层变量翻了。CUDA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？英伟达的软件生态，训练的命根子，几万张卡连在一起干活的时候，通信管理只有 Q 点能干，10几年没替代方案，铁锁。但在推理里，每张卡干自己的活，不跟隔壁聊天。一个做部署的朋友跟我说过，推理就是尽量多吐 token， 少烧电，这件事不需要 CUDA。他说得有点绝对，但你别急着反驳。我后面给你看的那些公司，每一家都是靠这句做芯片的。GrokQ 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他做的芯片叫 LPU。聊 GrokQ 之前得先说 GPU 的一个硬伤，计算核心跑得很快，但数据堆在外部内存里 ，H100 用的 HBM3 每秒能搬 3.35 TB 的数据，猛吧？但跑推理时，芯片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算，是在等数据搬过来。GrokQ 说那别搬了，直接把 230MB 的 SRAM 焊在芯片里面，数据就在计算核心身边，伸手就拿到。结果呢，第一代 LPU 老旧的14纳米工艺，每秒跑500个 token， 你平时用 ChatGPT 卡的时候大概1秒不到20个。虽然 230B 是小 Llama 3.1 的 70B 版本 140GB， 你只能装渣，但速度摆在那儿了，所以第一代 GrokQ 不算成熟产品，像一次技术路演，证明了路线。 Cerebras 就更疯了，台积电的12英寸晶圆，一张能切出几千颗 H100， Cerebras 不切，一整张直接当一颗芯片用。 WSE3 面积46225平方毫米， H100的面积826，差了57倍。什么感觉呢？你去水果店买西瓜，正常人是切块买， Cerebras 把整个瓜抱回家了。然后他干了什么4万亿个晶体管，90万个计算核心，44GB 片上 SRAM。 最离谱的是内存带宽，每秒21 PB H100 是 3.35 TB 每秒，6200倍。我专门上 Cerebras 官网核实过，直接看结果。跑 Llama 3.18B 推理，每秒1800个 token， H100 大概80到100乘以20。价格呢 GrokQ 推理服务每100万 token 收10美分。你上 GPU 云跑同样的事儿，两个数量级，当然代价吓人。一颗 WSE3 卖200-300万美元，一整张晶圆出一个芯片，
台积电那张盘子上但凡有个纳米级缺陷就整颗废掉。良率压力我先不谈了。回到上市那天，5月14号涨68%，收盘950亿。我不是来跟你分析这只股票的，我想说的就一件事，已经有人用完全不同架构的芯片跑出 H100 20倍速度，1%成本，不是 PPT， 是已经上线，你可以自己去调 API 测的那种。但这里有一个物理事实， GPU 通用，什么模型都能跑，但哪件事都不是最快的， LPU 极快，但只能跑塞得进 SRAM 的小模型， WS 更快。但一颗200-300万美元一整张晶圆出一个，这不是谁技术好，是推理芯片不存在一条路，同时赢3样，便宜、通用、极快，物理上就排除了。所以 GrowQ 和 Cerebras 的意义不是能不能打败英伟达，是他们证明了一件事，推理这个活 GPU 不是唯一能干好的工具。第二类，这个更致命，买 GPU 最多的人在学着自己造。Google 是全球前3的英伟达 GPU 买家，每年在算力上花的钱单位是100亿美金，然后他自己搞了 TPU， 从2015年做到现在，第7代叫 Ironwood， 单颗4614体 Flops FP8 算力，192GB F3E， 带宽 7.4TB 每秒，9216颗拼一个集群， 42.5 ExaFlops， 全球最猛的超算1 Captain 是这个的1/24。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信号不是性能，是 Google 在第8代做了一个决定，拆成2条线，8T 做训练，8i 专攻推理，推理性价比比 Ironwood 又高了 80%。 一个公司不会为了可能有用做这种级别的拆分。 Google 自己的业务数字已经说了答案，推理占比在压过训练，谁在买呢？ Anthropic 签了10年协议，几百亿美元，最多100万颗 TPU， 1GW 电力容量。Meta 一边每年给黄仁勋送几百亿，一边跟 Google 签了几十亿的 TPU 租约，同时还在自己做 Multi-Always 推理芯片，3条线同时跑。Amazon Trainium 2在量产， Microsoft 忙也在推进，这些芯片各自有问题，训练上暂时谁也踢不了英伟达。但我看的不是现在，我看的是方向。账其实很简单，你一年在 GPU 上花100亿，且 30% 改用自研，自研便宜一半，一年省15亿。 CFO 看到这个数字不可能当没看见，而且门槛在降低，不是因为造芯片变简单了，是因为博通的 XPU 定制，你提需求，它设计台积电流片，不养万人芯片团队也能做，这块市场博通大概占了 55%到 60%。 大摩预测2027年 TAM 到600到900亿美元。 OpenAI 全球买英伟达 GPU 第2多的公司，定制芯片已经下场，博通设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出货水冷方案，这个信号比 JRQ 比 Cerebras 都重。你的头号客户每年给你花几十亿的那位也在自己造了，这时候 78% 毛利率还有什么经济学撑着呢？你说第3类也是最后一类不在硅谷，中国占英伟达全球收入的 13%。 2024财年总共170亿美元，去年4月 H20 被禁，当天英伟达记了55亿库存减记，股价跌了 6%。 老黄飞到北京说中国市场对英伟达至关重要，说的时候他应该也清楚，这不由他管，后面的戏越唱越紧。降配版出来，性能再看，今年1月 H200 突然获批出口，但要加 25% 附加费，中间一会儿进一会儿放，创普说批了，然后又说加审批，方向一个字儿，紧。结果是什么？不是英伟达少卖了多少卡，是华为。今年华为升腾在中国 AI 芯片市场 37%， 英伟达 19%。 2年前华为在这个市场基本是0，现在反过来高英伟达1倍，37对19，而且还在推 950P2 今年 Q1 出，一批 Flops FP8 950 DT-Q4 960明年 Q4 970后年2年一代，稳得很，含 5G 思源590 7纳米512 TOPS， 去年上半年营收 28.81亿，同比增长 4347%， 对，你没看错， 4347%， 净利润 10.38亿，第一次扭亏。还有个藏得比较深的信号， DeepSeek 为期一上线的时候专门搞了个 U18M0 FP8 格式，给国产芯片优化的，含 5G 590原生支持。中国 AI 生态不是在想办法兼容国产芯片，
是在从软件层往下设计，确保国产芯片不是勉强能用，是好用。QDA 护城河在中国这个市场就这么一层层被推平了。GoRoQ、Service 抢的是推理，大厂自研抢的是推理，华为替代抢的也是推理。而推理这条赛道年化40%在涨，体量已经是训练的好几倍。1年前你说英伟达不可替代，没毛病，训练端确实不可替代，但现在推理比训练大了4.5倍，它不需要 QD， 那个等式从根上就缺了一条腿，英伟达当然在打。买个 GoRoQ 推 LPU Blackwell 降价，反应够快，手也够狠，只是体量大到这个份上，同时守住 GPU， 自研 LPU， 推理定价权，客户忠诚度，中国市场，每一件都需要赢，物理上不现实，78%不是技术决定的，是市场结构决定的，市场结构在变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推理芯片先聊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有价值，跟我说下一期想拆什么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